公元626年冬，玄奘大师27岁。印度的光智法师波婆从西突厥国受邀请来到中国，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印度那烂陀寺有一位戒贤论师在演说弥勒大师的《瑜伽师地论》。玄奘大师听到这讯息后，就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应该要前往印度受学这部佛法文化上最重要的根本论，然后带回中国翻译出来，开显真义，如此才能彻底厘清中途法师们的困惑，解决中国学人长久以来的争论。唐朝对于僧籍的管理非常严格，也限制百姓不得随意离开长安。对外的关防非常严厉，任何人都不得随意离开国境。玄奘大师于是结合了有志于厘清佛法之见，愿意一起前往印度求取经论的法师们，共同上书朝廷，希望得到出关的允可，但却遭到拒绝。最后，法师们一个个放弃了，唯有玄奘大师不为所动。他决定一个人西行，并开始学习外国语文。天资聪颖的他，不久即因宿世因缘而通晓了西域国家的语言。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大师28岁，长安发生大饥荒，朝廷不得已只好准许人民各自出城寻找食物过活。玄奘大师打算趁此良机离开长安，于离开前先到佛寺向佛陀祈愿。当天晚上，玄奘大师梦到海上有一座庄严宝山，那座宝山绚烂光明。玄奘大师想要渡过大海登上山顶，但是四周没有任何一艘船。不过他还是坚定地踏出脚步。没想到，当他碰到海水之前，马上就有石莲花浮了出来，拖住他的脚。就这样，玄奘大师每踏出一步，就出现一朵石莲花，让他一步步到来宝山下。但是宝山的山壁非常陡峭，一般人实在很难攀爬。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吹起了一阵强风，将他的身体拖了起来，直接通往山顶。这时玄奘大师放眼一看，山顶上一片光明，庄严得不可思议。玄奘大师醒来后非常欢喜，觉得西行取经一定能成功。这时刚好有人要从长安城返回秦州，玄奘大师便和他结伴出城。到了秦州时，又先后得到2位贵人的相助，先到兰州，再抵达凉州，就如同梦中的石莲花一样，一行都有贵人相助。凉州靠近西域，玄奘大师在此应大众的要求而开演《大般涅盘经》、《摄大乘论》以及《般若经》这3部大乘经论，并且呢以西域语和西域商理交谈，借此获得各国的讯息，也利用这个机会确认西行的行止。商旅们对玄奘大师非常赞叹。当他们知道玄奘大师要前往印度，都热情邀请玄奘大师路经西域时，能接受他们国家的招待。许多商旅回到自己的国家后，
就赶紧禀告国王。于是，中国高僧玄奘大师要前来的消息，就在西域各国传了开来。玄奘大师在凉州的佛法演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大般涅盘经是佛经中说明眼见佛性的经典，再加上摄大乘论中阐扬的阿赖耶识就是中国禅宗证悟的心。玄奘大师再次显示了他至少有明心与见性的正量。亦如此次宣说般若经，可知玄奘大师在出国前，不但了解第三转法轮的唯识诸经，也通晓第二转法轮的般若。这时，有人密报州官，凉州都督遂勒令玄奘大师立刻转回长安，不得逗留。有一位慧威法师派遣2位弟子秘密护送玄奘大师西行。3人昼伏夜行，直奔中国最西边的州县瓜州。这次玄奘大师不再暴露身份，暗地查访如何出关。如果混在西域商团中出关，玄奘大师一定逃不过驻守在关口将士的盘查。假如避开关口，直接渡过葫芦河的话，水流又很汹涌，没办法强行渡过。就算能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的行程一路上都没有水可以饮用，还是得去唐朝士兵所驻守的烽火台旁边的井水取水，到时还是会被发现而功亏一篑。正当玄奘大师坐困愁城、一筹莫展时，凉州官方发现玄奘大师并没有返回长安，于是发出了通缉公文给边防的州县，要缉拿他到案。瓜州有位亲近佛法的官员李昌，注意到这公文，他怀疑来到瓜州的僧人就是玄奘大师。私下询问后，玄奘大师求法的心感动了李昌，他就撕毁公文，并提醒早日启程。至此事态紧急，玄奘大师在挂单的寺院中向弥勒大师祈求，希望能找到人为他带路。隔天，有一位胡人石盘陀来到寺院求受5戒。玄奘大师慈悲为他受戒，石盘陀后来又带物品来供养。玄奘大师因此心里想，也许他可以帮我，就说出西行大事。石盘陀便一口答应要带玄奘大师出关，并渡过烽火台。临行前，有位老人告诫玄奘大师：此趟西行非常凶险，即使平安渡过了5座烽火台，再往前去就是一片大沙漠，非常荒凉，连飞禽走兽都没有，法师绝对无法一个人平安过去的。谢谢您的好意，但取经关系到中国佛法的未来，玄奘万死不辞。老者深受感动，就将自己的仕途老马与玄奘大师的马匹交换。于是，玄奘与石盘陀2人来到了水流湍急的葫芦河。在石盘陀的机智帮忙下，玄奘大师终于渡过了大河。但是石盘陀曾2度反悔，当时企图用刀和弓箭伤害，胁迫玄奘大师返回边境。然而，玄奘大师都冷静处理对峙，石盘陀只好作罢。后来不断地劝说玄奘大师返回边境，但是都遭了大师的拒绝。石盘陀他只好说出心中的担忧：如果我们都被捕，担心连累他一家大小性命，
纵使自己不跟随，让法师一个人前去，他也会被抓住而供出他的名字。玄奘大师知道他的担忧，因此对他承诺，即使遭受严刑拷问，也绝不会供出他来，然后再以一匹马酬谢他，并一个人前往烽火台而去。5座烽火台分散矗立在一望无垠的大漠上。当玄奘大师来到第1座烽火台的水井旁时，被守卫发现了，飞箭几乎射到他的身上，只好高声表明身份。于是官兵将玄奘大师带到校尉王祥的面前。王祥本身学佛，因此很恭敬地说：“这里不会降罪法师，请法师到敦煌寺院安担，您在那里必会受到欢迎和供养。”玄奘于长安宗将巴蜀之师，无不负及亲随，竟得诸法师所解，对论无碍。如果真要追求供养，又何必来到敦煌呢？只因中国佛法不全，所以玄奘才不畏生死，希望的就是能亲至印度，将佛法带回中国，救度苍生。玄奘任凭责罚，绝不东回一步。王祥听到玄奘大师的说明，受到大师志向的感召，准备妥当了一切饮食，并指点玄奘大师如何走捷径而直达第4座烽火台。那里是由王祥的亲戚王伯陇驻守。王伯陇他也有学佛的善根。玄奘大师到达了第4烽火台时，非常小心，不敢直接暴露身份。但是当在取水时，一样被发现了，于是赶紧出示身份和王祥的指示后，王伯陇非常欢喜地提供一切饮食，也指示了如何绕过第5烽火台，能直达绿洲野马泉的捷径。玄奘大师告别了王伯陇，前进了100多里路，理应来到可以补给水草的野马泉了，然而却遍寻不着，这时才发现迷路了。喝水时又不慎掉落水囊，原本足够1000里路形成的储水就全部流失了。此时玄奘大师只好折返，循着原路回烽火台，想问清楚正确的路径，并且补充所需的水量。当走了10多里路，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发愿，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一步而生。于是再度西行，独自一个人在毫无饮水、最恶劣的环境下，要强行通过这个大沙漠。这是千古以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么艰巨的事情。广大的莫赫岩气大沙漠长达800多里，古称沙河，沿途只有漫漫的黄沙，没有水草，更无飞禽走兽。历经5天4夜，玄奘大师强忍口渴，朝着西北方拼命前进，最后人困马乏，不知倒地。这时玄奘大师西行的每一天都意念观音大士，并诵念心经，祈求保佑取经路途一切顺利。遇到这样的艰困环境，更是不断默念圣号，祈求观音灵感加持。到了半夜，玄奘大师突然感觉一阵清凉，身体舒畅，就睡着了。梦中看见一位护法天神大声叫唤着他：“快起来，赶快起来！”于是玄奘大师起身上马，奋力前进。突然，老马挣脱了控制，自行走进一条岔路。
眼前出现了一处绿洲。玄奘大师心想，地图上找不到这片绿洲，这一定是观世音大师加持变现来帮助我的。观世音大士无量劫来早已成佛，此次倒驾慈航是由于释迦古佛往昔曾经协助证悟的因缘而来辅助弘法，又由于玄奘大师西行取经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加上玄奘的信念具足，观世音大士因而示现悯佑护念。度过此次西行途中最接近死亡的难关，玄奘大师终于越过了大漠，抵达西域第一个国家伊吾。当地僧人和国王听说有一位中国法师只身渡过了800里路的沙河来到这里，都前来礼敬。高昌王瞿文泰也得到了消息，知道玄奘大师已经来到西域，他立刻派出使者前来邀请玄奘大师前往高昌。高昌王瞿文泰从商人口中知道有位中国大法师要去印度，当他一听到玄奘大师的名号，就心生欢喜，非常热切地希望玄奘大师能绕路经过他的国家。玄奘大师虽然有他的既定的行程，然而对方盛情难却，于是与使者一行人赶路到高昌。当玄奘大师到达时，赫然发现国王与王妃彻夜不眠，在等待他的到来。玄奘大师在高昌停留数日，打算继续西行。高昌王在大力挽留玄奘大师不成后，一时情急，便将玄奘大师软禁了。之后每餐，高昌王仍然亲自高捧食物饮水，制成恭敬供养玄奘大师，希望能让玄奘大师回心转意。但是玄奘大师一心记挂着西行，拒绝饮食。经过数天之后，玄奘大师的气息渐渐微弱，高昌王不禁后悔了，跪请玄奘大师用餐。愿法师用膳，本王绝对不再为难法师西行。那就请大王对着天空中的太阳发誓吧。倒不如我与法师在佛前结为兄弟。玄奘大师欣然同意，于是两人便在佛像和高昌王的母亲面前义结金兰。请法师未来由印度回转大唐时，请先到高昌受我供养3年。也愿法师成佛时，我可以像波斯匿王等国王一样来护持您。现在，请委屈法师在此讲说《人王经》1个月，好让文泰我为法师准备西行的物资。对于高昌王的请求呢，玄奘大师全部应允。于是等到玄奘大师身体康复之后，瞿文泰便恭请说法，全部的朝臣以及僧众都前来聆听。瞿文泰更是伏在地上，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玄奘大师身坐的踏垫，如是的礼敬。高昌王找来4位沙弥当玄奘大师的侍从，并准备了御寒衣物，以及往返20年间所需的金银绢绸财物，并写信以及准备礼品给沿途各国的国王，打通一切关节。就在玄奘大师准备离开前，高昌王瞿文泰写信给当时西域领袖，就跟他说玄奘大师是自己的弟弟，希望叶护可汗多多关心照应，又准备了很多极丰富的礼物要送给叶护可汗。玄奘大师离开高昌国，抵达了龟兹。
当地国王带领群臣和僧众欢迎玄奘大师。秋辞虽然佛法昌盛，但人民多信受二圣法。玄奘大师对国王说明，大圣学佛人不吃众生肉，也不食三净肉。当地有位曾在印度学法20余年的法师，名叫木叉菊多。玄奘大师便前往请教。木叉菊多坐在高座上接待玄奘大师，劝令坐在下方的玄奘大师不用辛苦地到印度去取经，只要将这里的杂心论、俱舍论、毗婆沙论等二圣法抄录回去就够了。这里有《瑜伽师地论》这部论吗？真正学佛人是不看这部邪论的。玄奘大师听到木叉菊多贬义大圣根本论是邪论的言语，就知道他是不信受大圣法的，原本对他的敬意便一扫而空。你所提的毗婆沙论、俱舍论，都不是释迦如来的究竟说，而且玄奘也早已了解这些论了。我之所以要前往印度，是为了修学《瑜伽师地论》。这部论是当来成佛的弥勒大士所说，你竟说是邪论，难道你不怕因果吗？这些论都不是你现在的程度所能了解的。哼，你又如何知道俱舍论等不是如来的究竟说呢？依玄奘大师当时的正量，当然很清楚，如来为了要教化想要求解脱的声闻人，而从大乘法中抽出能够解脱生生世世分段生死的部分义理，而施设的声闻与言解法。这些二乘法只是大乘法的局部，并不是究竟的成佛之道。木叉菊多其实并不清楚大乘法涵盖二乘的声闻和缘觉法，也不知道玄奘大师当时的正量，所以轻慢于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又将如何以智慧折服木叉菊多呢？继续西行的路还会遭遇哪些险阻？又将如何以大乘佛法教化沿途所经国家的僧俗二众呢？九死一生志意坚，万里鹏程继绝学。自古江山多豪杰，唯独斯人得称尊。逝去于伽受圣意，决开中国到次第。阐明悟后增上修，以为佛子入圣位。高昌大王是英才，不舍远行结道侣，为将圣法传天地，万死无辞向西行。